福少，你未婚妻还在开车呢。切，管他干什么？后排坐着的是我的未婚夫和我的好同事。这场充满算计和铜臭味的商业联姻，真是让人反胃。据《华尔街日报》消息，被誉为华尔街通天神的金圈太子爷西门礼臣已于今日秘密归国。江婉之，你会不会开车？你他妈完了你！是他，西门总，原来是您呀！家父还说改日登门拜访您，现在还闹了这乌龙，真是……3年不见，江医生的车技还是这么要命。她虽然是我未婚妻，但车是她撞的，跟夫家没关系啊！滚！好嘞，走。你负责。西门先生。西门先生，责任在我，抱歉，走保险吧。确实是你全责。定损，刚提的那辆限量版，维修费预估很高，后续出定损报告，江医生按规赔付。西门先生放心，我不会赖账。是，江医生自然不会赖账，别到时候又来翻脸不认人的戏码。芝芝，别分手！驯服金圈太子爷确实上头，你不会当真了吧？我别玩不起，滚！你到底留不留我？把门带上！3年前我信了你的鬼话，江婉之，这一次你休想甩掉我。1385万，你发财啦！是我要赔给西门礼臣，这不是你那个前男友吗？你好，我挂的江医生的号。芝芝，西门礼臣也跟我提他，他不会是来讨债的吧？你说你现在躲起来还来得及吗？西门先生找到我工作的地方来要赔偿，可不太礼貌。定损单收到了，不然你像以前一样叫我宝宝，我给你打个友情价，1400万。友情？钱你有情吗？头，你看我像不像1400万？我看确实挺像的，不然你赔人也行。有伤风化，说完了赶紧走。江医生，我可是老老实实排队挂的你号，昨天淋了雨。好，看病是吧？跟我进来。姓名、年龄，哪里不舒服？宝宝，26，心口疼。3年前被某人狠心抛弃后落下的病根，除了江医生，无药可医。西门礼臣，你能不能要点脸？自从当年被你甩了，我早就混得没脸了。听说你去人心了，你不会刚回国就去找江婉之了吧？当年谁说的再找他是狗？我西门礼臣，要是再找江婉之，我就是狗！我就是狗，被江婉之伤透了心，又淋了夜雨的小狗。
西门先生如果只是来叙旧的，出门又转精神科。芝芝，你听，这颗心脏跳得有多快，就证明我有多想你。跟3年前一样，他只为你一个人试过。芝芝，你是你们医学院这次考试的第1名，不愧是我宝贝，太棒了！手拿把掐，以后你有个什么生疮害病的，就让本小姐妙手回春吧。江医生，我的心脏现在跳得好快啊，你要不要听听看？脑 CT、心电图、骨密度、精神评估全都做。江医生这是想把我全身查一遍，我有没有隐疾？江医生不是最清楚。你少自恋，我是怕你真有病，耽误别人。江医生，这个病例，别误会，再问诊。妈起人来中气十足，看来没事。我懂。既然江医生忙，我就先走了。江医生医术高明，我感觉好多了。对不起，西门，3年前我也没有选择的权利。江婉之，这个贱人，半小时内立刻滚到媚色夜总会 V8包厢。这个钱必须傅恒月来出。傅少，你这回可要抓紧了。听说西门一回国就跑小嫂子医院去了。你联姻这么久还没确认关系，这是要被人抢先一步了。在我面前像块木头，在西门面前倒是会勾引人。看他来了，我怎么教训他？傅少，别气了。钱。江婉之，你脑子搞错没？我还没找你给我戴绿帽子的麻烦，你来找我要钱？这样，当着这么多兄弟的面，你把这些酒喝了，我就喊我爸出面帮你摆平这事。恒月，喝酒多没意思啊，不如让江医生用嘴喂你喝。咱们也开开眼，看看西门的前女友到底是什么滋味。用嘴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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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嘴喂。老子喂你妈！江婉之，喝。你也配碰他？宝宝筋越来越大了。谁是你宝宝？没想到西门先生还有当小三的癖好。你的意思是，我成功上位了？不要脸！要你。你的指尖在我掌心，忽远忽近，若近若离。芝芝，你的身体可比你诚实多了。变态！跟他分手，他哪里比得上我？撬墙角的你，又是什么好东西？我一向不是好东西，我是你的狗。别乱咬！西门里晨，你放我下来！凭什么所有好东西都围着你转？滚！啊！傅少这么大火气，想治江婉之？哼！江婉之敢撂我的场子，你也别想好过。芝芝，江婉之，我后悔了。江婉之，我后悔了。3年前不管你怎么打我骂我，我都不该走的。后悔了又怎样？我们已经完全不是一路人了。不要这么冷漠好不好？就算是养宠物也没有说弃养就弃养的呀。江婉之，再看看我，
求你了，告诉我3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哦，江婉之，一路上我跟你说话，你都嗯嗯哦哦的，怎么听我说话你很爽吗？分手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当然有，分了也可以复合。你难道不觉得这小区很熟悉吗？难不成西门先生还想上楼坐坐？好啊。不行。可是我的伞还在你家。丢了。行，没记错的话，那把伞10万，我一起给你记着。明天还你。明天还你。明天。西门礼晨，大半夜你却让我一个弱女子这么在外面找你，10分钟内再不回来你就别回来了。确定找我了？什么事？蒋兴奇那家伙这周要办演出派对，听说要给谁告白，走啊，吃瓜去。不去。倒是真狠心，看都不看一眼。像是一场小雨，淅沥沥，淅沥沥滴入泪。你到底留不留我？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带着这个秘密离开西门，就算是养宠物也没有说弃养就弃养的啊。走停停，忽然遇见你，停下了足迹。喂，怎么了？这事不好了，不知怎么的，投资人们都要对你的项目撤资，主任让你赶紧来医院。什么？什么？你可算来了，孙茜也在里面，你小心点，说不定就是他搞的鬼。撤资，江医生这个项目我们不跟了。这个项目临床受试者全部招募完毕，术前模拟、动物实验数据都达标，现在撤资，上百例病患的治疗方案会直接搁置，没有缓和的余地吗？实在对不住，傅家放出话，谁敢继续投你的课题，就是和傅家作对。我们小公司真的扛不住傅家实力。婉之呀，不是我说你，得罪了傅家，凭什么让所有人都陪着你赌？大家都是求财的，没人愿意陪你送死。你现在除了一纸名存实亡的婚约，还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人脉，能扛得住傅家的打压？是啊，江医生，这次我们必须撤。啊！谁要撤资？不撤资的留下，撤资的现在收拾东西滚。西门总，你叫王震是吧？你们公司上季度有3笔违规账目，需要我现在报出来吗？回去告诉傅恒月，他的手再不老实，下次就不是扭胳膊的事了。傅家施压，诸位倒是分得清孰轻孰重。傅家敢打压你们，我就敢彻底封杀你们。西门总，我们也是实话实说，江婉之现在确实没有任何靠山，没有任何人脉资源。对，刚刚你们问我还有什么人脉，还有什么资源，那我现在告诉你们所有人，西门礼晨就是我的人脉，他就是我最大的资源。都听清了，从今往后江医生的项目，我全额兜底。
江医生刚刚那样帅，怎么现在倒好像泄气的纸老虎了？今天多谢你了。我还是喜欢你狐假虎威、桀骜不驯的样子。你西门总今天这么大手笔，又打算拿我抵债？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这里是会议室，有人会过来的。你的项目我承包了。便宜都让你占尽了，你不承包也得承包。宝宝，你的吻技3年全荒废了。就你最会。在美国3年，风流日子肯定没少过吧？你干什么？你干什么？芝芝，你就是这么想我的？回答我。这件西式制品起拍价5000万。我最真心去愛落得枯萎8000萬。我到死仍然是為你着迷，懷緬最初最動情時，無論多困惑也冷靜，愛這出戲合乎情理，怎會有限期？西门里程私人行车遗流出，或将现身华尔街。當告別遺落風起，當習慣去躲避，或者出來當做遊戲，是我太可悲，越愛越痛，越痛越痛。我們也算是共淋一場雪了，怎麼不算白頭？他們說的對，我們當真不是一路人。我怎麼知道你這3年是怎麼過的？我怎麼知道你這3年是怎麼過的？果然，芝芝肯定還是在乎我的。我這3年都想不明白當初為什麼被甩。除此之外，想的最多的事情，就是怎麼把你追回來，沒心思招惹別人。哦。就一個哦，我唯一能調查、能想到的合理原因，只能是因為我們的家世。會走同一條路，但愛真實了痛苦，只有忘記是救贖。寶寶，不管當年是什麼導致我們分手，事情過去了3年，你要相信，現在的我有足夠能力處理好我們以後會面對的所有問題，好嗎？擁抱你的荒蕪，愛讓眼淚止住，看着你眼底
没事儿，没事儿，芝芝，至少保留我追求你的资格，可以吗？我怎么啦，我的影后大人？芝芝，你可别调侃我了，我就一个18线的小演员。哎，说正事啊，我剧组收工了，一会儿去蒋欣琪生日派对，我来接你啊。行。婉芝，今天我的生日宴会，你一定要来啊。准时到。夏夏，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背着我买彩票中了1个亿？中个屁呀，还不是陆佩文那个假正经的老邓。前2天他拿这份评估报告找到我，我只希望我未来的妻子跟我没有任何感情纠缠。开口就是要给我500亿，让我给他配个继承人。我当时心想，这年头电信诈骗的疯子都这么舍得下血本了。然后呢？少在这画大饼，先给到车房看看实力。我当时真的就是想当场戳穿这个骗子，结果结果他真送了。算他识相。你别说，这种精致利己的斯文败类，钱给的是真大方呀。他直接一栋独栋小别墅，还有这辆限量的跑车，当场砸我头上了。我现在开着这1000万跑车，只觉得屁股底下跟火烧一样，赶紧开出来借你兜兜风消消暑。今晚蒋欣琪开露天泳池 party， 泳衣和礼服我都给你带了，绝对是你的尺码。我都好久没游泳了，估计都忘光了。晃，江医生，你在我面前装什么纯情小白花呢？大3下学期是谁在京大游泳馆学游泳，蓄意溺水，最后被西门大少爷亲手从水里捞上来的？这男人是在救人还是在杀人啊？这力道简直不活都不行。同学，你可以教我游泳吗？想泡哥哥？我没有，我只是呛水怕了。每周末下午3点，游泳馆6号池见。
你别胡说，我当时是真差点呛水淹死。是，淹死在西门里尘的8块腹肌里啦。哎，这里。好久不见啊，江大美女。青夏，许青夏，大明星。嘿嘿，没记错吧？怎么都不说话了？如果是被我帅到了的话，可以理解。你们什么意思啊？本少爷今天可是特意整了个发型出门。不帅吗？帅！想冒昧请教你一个问题。这么客套，问吧，我听听有多冒昧。西门怎么就把你撩到手了？你该不会对我有意思吧？我操！姐，这可不行说呀！这要是传到西门耳朵里，不管真的假的，这醋味都够我喝一壶了。江婉之，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自恋？天地可见，我对你可没想法啊！靠，你耍我呀？不然呢？你靠！被他一击，重要的事忘问了。江婉之在，我得给西门说一声。哎，西门，我在宴会上看到江婉之了。蒋兴奇看江婉之那个眼神，可不太对劲。我操！蒋兴奇说他要在生日会上表白，那个人该不会是江婉之吧？你赶紧过来，帮我盯着。你把傅恒月拉过去，我一会儿就来。哟，来的不巧，怕是要打扰各位的雅兴了。还知道回来。阿晨，自从你回国以来，家里人都没机会好好看看你，我让人备饭。饭就不吃了，我就一个问题：当年我和江婉之分手，你们在其中都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混账！行，不好回答是吧？那我换个问题：江家破产的事，你们干预了吗？阿晨，李晨，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你难道要因为他背弃整个家族的意愿吗？终于承认了。破产我们没参与，当初你爷爷甚至想过认真考察他跟你们相处的时间，但奈何他背景经不住查，父亲好赌，被外围女掏空了资产，母亲精神状态也出了问题。不管是从门当户对，还是从基因的角度考虑，我们怎么能放任你和这样出身的女孩子在一起？说完了吗？李晨，发生那么多事你还不明白吗？你们之间没有缘分，不合适。我觉得合适就够了。我的态度永远只有一个，我的妻子只会是江婉之。至于你们什么态度，随意。若是非要干涉，那就磨刀较量较量，看看是老牌世家的财阀笑到最后，还是我抱得美人归。只要我在，这4、9城别想有人再动他。李晨，我们尊重你，也请给我们一些时间。反了天了！盛行又是怎么回事？
爸，要不让阿胜尽快回英国吧？弟妹特意跑去英国照看他，阿胜自己偷偷休学回来，太不懂事了。盛行再不离开京北，照这局面发展下去，必定会出事，绝不能再重蹈3年前的覆辙。照这局面发展下去，必定会出事。回去什么回去？把人全丢在国外，放任不管就能解决问题吗？你看看这一个两个的，在国外待久了，都不知道哪里才是家。我们会想办法好好跟孩子们沟通的。不管你们怎么做，明天必须让我见到他们兄弟俩，否则你们也别踏进这个家门了。是。别把那俩崽子逼得太紧了，遭罪。这一记恨就是3年。唉，你倒是管管。盛行那小子，我媳妇儿都管不住，我哪有说话的份儿？还不如你这个做伯父的有威慑力。李晨就更不用说了。不过，别轻易动江婉之，风险很大，可别得不偿失。江婉之啊，当初差一点就被他打动了，只可惜有时候太聪明了也不是什么好事。别开玩笑了，嫂子，我亲嫂子，我和你说正事呢。你刚才说什么泡不泡的？我和西门李晨没复合。没复合就好，我谈不上女朋友，西门李晨最好也别谈。塑料兄弟，看来是为情所困啊。还有你拿不下的人？离我远点。七叔，你一定要这样跟我说话吗？叫姑姑。姑姑，别拿那些莫须有的关系架着我。你我不在一个户口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姑姑这个称呼，在你和我发生关系的那一毫，不值一提。别再提那件事。不提，并不代表没发生过。你闹够了没有？你不把我拉黑，我为什么要闹？我说了，我们没有必要再联系。我觉得有必要。别用那种无辜的眼神看着我，很欠。秦叔，你了解我的，真把我逼疯了，对你没什么好处。我看你现在就已经疯了。秦叔，你他妈在我18岁的时候就把我睡了，躲了我9年，一句交代都没有。现在还要我宽容到什么地步？你随口一句话，我他妈就替你卖命。可你为什么连我撑下去的念想都要斩断？为什么要对我这么残忍？你想什么呢？没什么，追不到不是很正常吗？西门李晨不也没拿下你？你是想问芝芝怎么追女孩子？女人，成熟女人。看来我和对方的身上肯定存在某种共性，比如难搞。第一，舍得给他花钱；第二，为他提供情绪价值；第三，利用好你的美色，像鬼一样死死地缠住他。反正我就是这样被西门吸引的。要不是因为我们大概会复合，或者不会分开，
确定不会被当成是性骚扰吗？知道了。这是主打一个敢教，一个敢听啊！谢谢你的建议，江小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跟我说，你切记大事帮不上，小事不想帮，总之跟我说一下就好。滚！今天感谢大家来参加我的生日宴会，想借这个机会给喜欢的女生表白。她今天也来到了现场。我去，芝芝，他在看我们这个方向，不会是你吧？去，别瞎搅！西门，快来啊！你老婆要被抢走了。哪家千金啊？快说出来，大家伙儿一起帮你撮合撮合。怎么他也来了？芝芝，我的25岁生日愿望是余生都有你。我喜欢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西门，快来呀！蒋清奇，你他妈当我是死人吗？江婉之是老子的未婚妻，你算什么东西？也配在京北挖老子的墙角？江婉之，老子是不是给你脸了？在外面你一定要这样让我难看吗？穿得这么清纯，私底下却到处勾引男人，你真是好本事啊！傅格格，倩倩这些天好想你啊！你他妈分不分得清场合？傅格格，你不让我公开，可是我现在肚子里就怀了你的孩子，我们的宝宝难道生下来就要看江婉之的脸色吗？怪不得西门让我把傅恒月邀过来，高啊！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傅哥哥，我们有自己的孩子了。我知道你现在被江婉之逼着完婚，没关系，不管多久，我和宝宝都愿意等你。既然这样，我也不好棒打鸳鸯，婚退了，你们随意。退了我还怎么找家里要钱呢？绝对不能退婚。芝芝，你听我解释，我不同意退婚。我是不是警告过你，管好自己的手？不属于你的不要心存妄想。送你的为江婉之主义。傅家能活到今天不容易，你要是管不好你这张嘴和你的手，我不介意今天就让傅氏在京圈彻底出。大尾巴狼，绝对是大尾巴狼。看着别的男人给你下跪好玩吗？满意了？你特地把傅恒月带来制造出退婚的戏码，现在装无辜，会不会太欲盖弥彰了些？爸爸，你把我想的这么坏，我会很伤心的。事情不是我设计的，但结果我的确很满意。你往哪儿开呢？去我家。不要！晚了，宝宝，你
现在是单身，可以跟我回家。手上戴的是什么？我这辈子从不信神佛，可直到遇见他，这红绳锁不住无缘之人，施主何必自欺欺人？该放手了。他不渡，我渡。我不求佛渡他，求佛保佑他，保佑他一生无灾，顺遂无虞，哪怕他这辈子再也不爱我。谁要住你家了？海风吹过的夏天，仿佛从来你都在我视线。晚安前想念，闭上双眼，梦里的相见，看见你孩子般微笑。你可以出去了。再靠近一点。急什么？幸福无限蔓延，心开始悄悄在改变。你是否有幸发现，我猜你也想靠近吧。这男人有时候真的过于性感了。一个人能行吗？能行。有什么事喊我。你怎么还不出去？出的日记，经典无忌，该墨镜表情，学清晰感受你的悲喜，表现得冷静，心中却潮起扰乱呼吸，想潜入完美的海底。下一句想你想我不确定，全世界等着伺候你。烈火小脾气，蒸发完耐心。端着不累吗？不累。我越是靠近，越是动心。在你的双眼中迷了路。江婉之，我生来就是你的裙下者。西门，你这样下去，我很难拒绝你啊。条件优秀还这么会照顾人的前男友，谁顶得住啊？但相较3年前，我们之间需要面对的东西只会更多。跟我谈恋爱不爽吗？我最会照顾人了。你还是好好想想，明天该怎么和所有人解释吧。紧张什么？你只是跟我回了家，又不是跟我睡了。虽说话糙理不糙，可这话也太糙了点吧。既然没打算做点什么，就赶紧出去，我要休息了。
晚安，宝宝。早点休息。操！被钓到了！故意的！这狗男人绝对是故意的。一顿饱和顿顿饱，我还是分得清的。芭比呢？对不住了，芭比。分手后，我带芭比去了美国，那段时间得罪了不少势力。一次暴乱，芭比从我手里挣脱，一直跑在前面的浓烟里探路。临上车前，突然中了2枪，没抢救过来。芭比！那年我失去了你，也失去了他。对不起，我不知道。傻瓜，哥哥说了，对不起没用，对我负责才有用。知道了。知道了是什么意思？我会好好考虑复合的事情的，你给我点时间。宝宝，来日方长。坏了坏了，干嘛对我这么温柔？要被拿捏了。盛行，这是江婉之，你嫂子。芝芝姐姐，芝芝姐姐，你怎么在哥哥家？盛行，姐姐居然还记得我。西门李晨名义上的堂弟西门盛行，外人都以为两人是血缘亲戚，可刚回国就暂住我这2天，丑话说在前头。家宴那天要是敢乱说话，立刻滚回伦敦。哥，你和芝芝姐复合了？现在就想提前动身回伦敦？看样子是还没和好。以前我和西门谈恋爱，第一个撞破我们的就是盛行。从那以后，他反倒成为了我们的专属爱情保镖。15岁的他长相乖巧，又考了第1啊，真好，不愧是我西门家的。盛行啊，李晨呢？成绩拔尖，长辈全然信任。大哥说，今晚学校有封闭学科集训，老师统一留宿，今晚不回老宅了。那段日子全靠他兜底，我们过得自在快活。掩护完成，老宅没人起疑。西门，我想清楚了，我毕业就嫁给你。哇，太好了，我有老婆了！每逢西门不愿回西门老宅，全靠盛行编造借口打掩护。直到后来，我偶然发现，今天图书馆意外空荡，方才进门没人阻拦，我差点以为场馆闭馆了。你把我的花去拿耳旁风是吗？伯母，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哪里做的惹您不满了？你还好意思反问我？说这话之前你不心虚吗？伯母，我听不懂您在说什么，麻烦您不要打扰我自习。哼，你是自习还是别有用心，你自己心里清楚。伯母，
我一直都知道您打心底不喜欢我，一心想把我赶出西门家。我到底要怎么做您才能满意，不再处处为难我？是你在为难我。西门盛行，今天我就在这里给你把话说透。私生子就要有私生子的觉悟，这些年我已经给足你，还有你母亲脸面了。她道德败坏，勾引我老公生下你，如今你竟敢有样学样，你和你妈一个德行。你管不着。好，既然你妈从小不教育你，那我来替她教教你怎么做人。芝芝姐姐救我！阿姨好。芝芝，你刚才应该都听到了吧？阿姨您放心，我不会说出去的，李晨那边也不能说。可是我觉得他应该有知情权。芝芝，听话。还有，你要想好好和李晨在一起，就离刚刚的那个野种远点儿。话我只能说到这儿，我先送你回家。还待在这干什么？上楼去。哥，我马上消失。方便安排人送我去医院吗？跟我说话还这么客气啊？我还就喜欢你这命令我的样子。管家今天不在，我亲自送你。这么多年过去，睁眼说瞎话的本事倒是愈发熟练了。盛行这几年一直在伦敦念书吗？怎么突然问起他？就是单纯好奇，当初怎么选了英国？好烦啊！老婆嘴里怎么都是别的男人？江婉之，坐在我的车上再聊别的男人，你自己看着办。真是个大醋坛子。坏了坏了，这下好了！孙谦被曝品行不端，还有上次投资那个事，被撤职了。幸好都没拍到我。行了，赶紧干活吧。嘿嘿，遵命。等我看我脸色行事，我一动，你们立刻冲上来抓拍录像，动静闹得越大越好。我要让江婉之身败名裂。哼，你真以为怀个孩子就能绑住我？我跟你本来就是玩玩而已，傅家绝对不可能认你，更不可能认这个来路不明的孩子。趁早打掉，别给自己找难堪。江婉之，江婉之，我落得这般下场，你也别想干干净净。江医生，你突然拉我做什么？从前共事的时候，你就一直针对我，可现在我已经离职了，你为何还要步步紧逼？祸不妄至，你最好想清楚自己要干嘛。江婉之，今天我就要让你在医学界彻底身败名裂。我的孩子呀，你真见血了！这医生真的推人了，下手这么狠，那可是一条人命啊！江婉之，就因为我和傅少有牵扯，你心生嫉妒，一而再再而三针对我，现在你竟然当众推我，要害死我的孩子，你根本不配当医生！江医生是否蓄意伤人？是否因为私人恩怨故意加害于网传你因情感纠葛职场变零，属实吗？请你们出去，这里是医院。你滚开！杀人犯，你想掐死我吗？
孙茜，你的脉搏沉滞无力，出血虽多，但呈现暗黑色，细微可见陈旧性血块。作为一名合格的外科医生，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的胎盘在半个小时前就已经剥离。你的流产是自发性的，甚至不排除药理性催产自毁。而我，从你出现在这个走廊到你自导自演摔倒，我连你的手指甲都没碰到。江医生，你这是狡辩！是不是狡辩？调取走廊监控，立刻就能证明。孙茜，我的手术刀是用来救人的，而你的子宫却被你当成了攀附豪门的筹码。都围在这里干什么？保安，把这些没有记者证、干扰医疗秩序的人全部扭送。哎，婉之，放开我！我们在采访。让一下，让一下。婉之啊，虽然我相信你的为人，但现在外面舆论闹得太大了，平台上全是医生故意推孕妇流产的黑热搜。主任，我明白。我配合医院的决定，我申请暂时停职，直到医学鉴定和司法调查结果出来。喂，西门李晨，你看热搜了吗？我联系不上芝芝了。什么？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猿就是为了等我，而历经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当然知道。芝芝，你已经6小时08分28秒没有理我了，你在干嘛？在看海。等我。西门，你到哪儿了？芝芝，我已经到机场了，但是我不知道你在哪个海啊，我该去亚湾还是北海啊？我在地坛。啊？还好吗？需不需要我？他好像真的不一样了，我自己会处理好的。当然了，我的宝宝是最棒的。没事，就当放个小长假了。小长假。以前某人总说北平之秋便是天堂，今天我们便去好好赏一赏这4、9成的秋。我以为自己会一直孤独，在困顿中永远高高伫立，今年秋色都与我无关。但此刻，我开始允许自己如漫天细雨缓缓降落。或许，爱本就是这般，让高傲者低头，怯懦者勇敢。你怎么了？大少爷就不能骑自行车了？怎么了？大少爷就不能骑自行车了？
还去哪儿？私奔。雨会洒天边，阳光晕染了世界。芝芝，这49城的风再大，只要我在一天，它就吹不倒你。我不会做你的天，只会做拖住你的大地。芝芝，你可别因为医院停职那点破事儿不开心，你就当放假。我今天带你出来，就是让你刷爆西门里晨那张黑卡的。我没不开心，正好有时间多陪陪你。别提了，最近陆佩文跟鬼似的缠着我不放，我很容易道心不稳啊。510，只要答应陆佩文，迎接我的将会是无尽的财富，还有一个出生就在金字塔顶端的儿子，还有和死了没两样的孩子他爸，想想还有点爽啊，是怎么回事？唉，又来了。要不然你问问他为什么选中你？哎，有道理啊。许小姐，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世上女人千千万，你干嘛非得选我啊？因为你长得很眼熟。眼熟？可能是对许小姐比较有眼缘吧。我对你做过背调，出身干净，没有遗传病史。至于基因方面的些许不足，问题并不是很大，我的基因可以弥补。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我基因差劲？不算最佳。简直是太侮辱人了。那你找个基因好的去生吧，我对老男人下不去嘴。许小姐误会了，我们不需要有接吻这个步骤。这会不会太生硬了点儿？哎呀！你我不需要任何肢体接触，医生团队会选取最佳的基因进行试管匹配。从那之后，你只需要以我女朋友的身份将孩子安全生下来便可。陆先生，你怎么把生小孩说的跟喝水一样简单？我曾经亲身体验过女性分娩疼痛，并对分娩后的不可逆转性伤害做过详细了解。这也就是我愿意支付500亿作为分手费的原因。再说吧，忙着呢。啊，生小孩可是人生大事儿，你慎重考虑吧。至少得先了解清楚陆佩文这个人，再做决定。他常年在国外，藏得深着呢。真要有什么不可见人的秘密，我们也难知道。确实，我找机会从西门里晨那边旁敲侧击问问。傅恒月，你跟踪我，你想干什么？江婉之，你让我成为傅家和全网的笑话！你说我想干什么？抓起来！多漂亮的一双手啊！江医生，我们去个安静的地方，我一根一根把你的指骨全部砸碎。芝芝，来人呐，绑架了！喂，警察吗？我闺蜜江婉之在国贸商场地下 B2停车场被绑架了，是一辆灰色的面包车。高管经和徐静下线会谈，和州官会一下。喂，许小姐。芝芝被傅恒月绑走了，他疯了，他说要毁了芝芝的手。
你快去救他呀！放心，我不会让他有事。江婉之，你再傲一个给我看看呢！求我啊，求我，我就让你少疼点儿。傅恒月，你也就是个只敢对女人下手的窝囊废。我的手就算废了，我也看不起你。那你就给我去死吧！好，西门，啊，你怎么会？他是医生，你怎么敢动他的手？我不敢了。你想动他哪只手？嗯？既然你这么想废人双手，我今天就先成全了你。我真的错了，救命！西门礼晨，停手！不要为了这种垃圾脏了你的手，我没受伤。对不起，宝宝，对不起，我来晚了。西门礼晨，我不晚，谢谢你救了我。对不起，宝宝，我太脏了。啊，没事的，没事。傅恒月，你涉嫌非法拘禁，伤害他人人身安全，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带走。放开我！我是傅家少爷，江婉之，你这个贱人！西门礼晨，你不得好死！西门礼晨，下周我带你见我母亲。好。芝芝姐没事吧？二环有座不错的四合院，已经让人打扫好了。明天别让我在这看到你。这是要我搬出去的意思啊？哥要和芝芝姐姐同居了？未雨绸缪。哥，我不想一个人住。那就回老宅跟那群老狐狸住。正好小老头最近没见到你我人，又闹脾气了，你回去陪陪。也不是不行，要不要弟弟帮你探探口风啊？你希望我和江婉之在一起吗？当然了，我希望你们幸福。你觉得我们会幸福吗？哥，你为什么这么问？你只需要回答我。一定会的。不会让你失望的。哥哥是在试探我吗？事情终于是要变有趣了吗？
盛行呢？搬走了。该不会是因为我，你才让盛行搬出去的吧？怎么会呢？他想一个人住。因为我想你住进来。江小姐想听的是这个回答吗？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去医院了。恭喜宝宝成功复职，以后要回趟老宅，管家送你。原来夫人私下竟然也有偷偷犯花痴的一面，太好了，是双向奔赴，先生有救了。江小姐，你会遵守3年前的约定吧？就像他说的，不妨再大胆点。西门礼晨，这次我一定会用尽全力回到你身边。婉之，院里已经开会做出了决定，今天正式恢复你的一切职务。婉之，这次委屈你了。如今傅恒月涉嫌绑架和敲诈勒索已经被警方依法批捕，数罪并罚。孙倩也已经被立案公诉，我们医院正式为你恢复名誉。主任，多谢。现在我可以回科室了吗？去吧，大家都等着你呢。芷芷，你终于回来了。好啦，我不在的这几天，项目推进如何？目前有几名患者愿意参与临床，但是在缝合方案上，芷芷，港城医疗峰会你去吧。港城啊，好。为了庆祝芷芷回来，今晚我们好好聚聚。芷芷，既然西门少爷来接你，我们就撤了啊。在想什么？没什么。江婉之，以前怎么没发现你酒品这么差，喝点酒就上头，比我还不老实。你可以拒绝，我没理由拒绝。宝宝，可以吗？港城有个医疗峰会，我大概率要出差几天。这是在和我报备？我们现在算是什么关系？除了前任和债主关系，那还能有什么关系？你确定想知道？行，还算是有个身份。反正在大学时候，我就是从那个身份转正的。不得不说，这狗男人笑起来也太妖孽了。一定要赶我走吗？你在这儿，我就没法休息了。你的意思是我对你的诱惑太大，江医生无法抵抗吗？禁止过度解读。可以再抱抱吗？这和挑战回家1分钟不摸狗有什么区别？我操！我什么都没看见。宝宝，人走了，这下你满意了吧？这么害羞？快回去吧。哎，江婉之，还真是你！你怎么在这儿？好久不见，哥哥，他谁啊？这是我高中同学江婉之，芝芝，这是我表妹周子欣。
我想起来了，我常在娱乐新闻上看见你，你就是京圈那个一元。对不起啊，江小姐，子欣她年纪小不懂事，说话直，你别介意。是该觉得抱歉。如果我没记错，当年江家没落那年，你们两家可没少落井下石，在背后帮大忙。我一直记在心里。你办好了吗？好了，江女士。两位，失陪了。芝芝，你到了怎么不提前和我说？我早就给你准备了顶楼全景海景房，哪里需要你破费？怕打扰你。他们是你朋友啊？秦总你好，我是陈氏商贸的陈毅，这次来港城一直想拜访您。不是。抱歉，私人时间不谈工作。西门礼晨就是我的人脉，他就是我最大的资源。你迟到了。小爷我大老远亲自开车过来跟你送合同，迟到几分钟怎么了？少在我面前摆你能霸总架子。所以合同呢？我忘带了。下次出门把脑子带上。哎，难怪了，一进来感觉你笑得那么荡漾。原来在这世间前任，你有前任吗？你什么意思啊？小爷我母胎单身，那是我不想谈。说吧，亲自跑一趟，什么事？秦叔在南美的资金链出了点问题，我明面上不方便插手，需要动用你在那边的势力。秦叔知道你这个侄子背地里对他如此用心良苦吗？他就算知道，也只会装看不见。帮你可以，南城那块地皮迟迟退出竞标。你怎么不去抢？这不是正向你伸手吗？行，我退出。西门礼晨，你我都是难兄难弟的，男人何苦为难男人？我和你可不一样，感情这玩意儿，咱俩谁也别笑话谁。你只不过比我会自我洗脑罢了。江婉之要是真喜欢你，早就把当初分手的原因和你说清楚了。他不说，就证明不够信任你，也不是非你不可。不用你提醒我。你有方向了？耐心点儿，慢慢看。破产我们没参与，那些躲在暗处戏弄他的小老鼠，迟早会把自己玩死。秦书姐，这次真的麻烦你了。你总是跟我客气，该不会是以为我对你好是看在西门礼晨的面子上吧？我和他又不熟，是单纯欣赏你喜欢你。秦书姐，有没有人和你说过你斩男更斩女？真的吗？不怕你笑话，还真没什么人敢喜欢我。当然是真的，你和 Damon 互相喜欢，这就足够了。分了。啊？上次见面你们不是都开始筹备婚礼了吗？怎么会？家里人不同意。
秦叔目前在谈的那个法国男人，你姨奶奶有意向让他们结婚。只要他敢结，我就什么都敢做。上次没查出什么，给你查了点别的方向，必要的时候用。果然，做我兄弟的能是什么好人？算我欠你份大人情。你不在京北待着，跑来港城干什么？当然是想你了呀，姑姑。芝芝，我有点事，先去忙了，你好好休息。别扯那些没用的，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没事少联系我。姑姑，你对我好凶啊！不联系你怎么跟你通风报信？秦家最新的遗嘱动向，姑姑难道不想知道吗？你知道什么了？我不知道啊。迟潇，你到底说不说？姑姑今晚要不要来我房间？我们可以深度交流一下。你做梦！我真是疯了！唉。宝宝，死手为什么要接啊？那个，我点错了。刚洗完澡吗？你怎么突然打视频过来？想看看日落。看吧。宝宝，我想看看你。就1分钟。BB，我还关注你。什么时候学的粤语？听着还挺有感觉的。一直都会，只不过以前某人喜欢我的时候，不需要想些勾人的手段。你，我梦剧内都好有感觉。宝宝，我看着你也很有感觉。1分钟到了。宝宝，下次记得整理好衣物。你不许看。好，我看。我承认，好像有点想谈恋爱了。芝芝，听说你来港城了？芝芝，听说你来港城了？你什么时候回家吃个饭？在港城就别住酒店了，我就接你回家。我说过不要再联系我了。从那件事之后，我们已经彻底撇清关系了。我知道你记恨我，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也还是你的父亲呢。父亲？你拿着我交换利益的时候，把我当过女儿吗？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芝芝，我犯了错误，我该死。但当初漏洞已经兜不住了，我不接受傅家给的条件，难道看着我们全家一起进监狱吗？我是不是说过我会想办法？我是不是说过再给我点时间？你永远都高高在上的认为我失去的只是不切实际的爱情而已，却从没想过我有多信任你，有多信任我所谓的父亲。为了处理你当年的破事，我瞒着所有人，淋着暴雨，在西门世家庭院外跪了1夜。你很聪明，没有直接去找李晨，但不论你怎么选择，分手的结局都不会改变。何不借此机会帮帮家里？阿姨，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你去找李晨，他也帮不了你。要是家族跟他动真格的，
李晨将陷入自身难保的境地。不仅你和他要吃苦头，江家也会倒得更快。芝芝，你怎么哭了？芝芝，你怎么哭了？我没事。是不是伯母为难你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老宅听说江家出了事，也猜到伯母会拿我的身份和哥哥的继承权为难你。说到底，是我连累了你们。芝芝姐姐，你别担心，我会帮你的。我帮你去和伯母求求情，我愿意放弃继承权，只要我不再威胁哥哥，或许伯母就愿意帮江家，也同意你们在一起。真的吗？真的可以吗？毕竟我是你们的爱情保镖啊。芝芝，你为什么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已经不重要了，我现在过得很好，你可以放过我吗？如果当年接受的是西门乾坤的帮助，而不是选择傅家，事情的走向是不是会不一样？当年据说西门小少爷都试图帮忙，结果仍然事与愿违。可芝芝却说西门乾坤答应了，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隐情？我的天哪，宝贝，你眼睛怎么肿成这样？可能是我认床没睡好。真的假的？你该不会是遇到什么麻烦，晚上躲被窝里哭了吧？虽然我没有什么流眼泪的经验和机会，但我见过迟潇哭啊。真的是没睡好，你别瞎说。时间不早了，我们得赶紧去会场了。你老婆昨晚偷偷哭了，懂？你老婆昨晚偷偷哭了，懂？芝芝哭了。汇报了吗？怎么没伤了？这是整哪出啊？把镜头切过去。喂，西门李晨，你变态啊！好好的开着会，你怎么跑去监视前女友了？秦叔说芝芝昨晚可能是委屈哭了，我现在联系不上她。人家说的只是可能。西门，我看你就是关心则乱。目前国内乳腺癌治疗只侧重切除病灶，忽略女性术后躯体自卑、肩背神经永久损伤。我的课题核心是，我老婆还是这么优秀。人家江婉之同意了吗？你就叫上老婆了？可惜你只能叫姑姑。西门李晨，接下来几天的会议往后延，去安排航线飞港岛。西门李晨，你什么意思啊？凌晨把我从港上喊回来开会，害得小爷觉都没睡好。现在会开到一半，你转头自己要跑去港城了？你不去可以留下来继续跟进项目。谁说我不去？秦书月躲着我，我越要去。还不死心？死心？我宁可这辈子跟他耗着，也不可能放手。秦叔已经将合作链的目光放在我名下的产业，想借机摆脱和你之间的商业捆绑。当你没了价值，只剩纠缠，他可未必会认你这个侄子。谢谢关心，我知道你这段时间尝到点甜头了，可本质上还不是跟我一样，不被承认。可惜你只尝到了巴掌。什么巴掌？那明明是爱的抚摸。
西门，敢不敢打个赌？赌什么？赌我们谁能先得到名分？你赢不了。你强行给我出馊主意，我当然追不到人。昨天我听你的，试着去掌握和秦叔之间的主动权，用利益换他来见我，结果他根本不在乎，还不等了一晚上。在你迫不及待飞去港城的那一刻，计划就已经全盘皆输。因为秦叔知道你即便嘴上说的再好，也迟早会让步去帮他。当时哪想那么多，下意识就舔狗属性大爆发了。最近你小姑姑和芝芝走得很近，这对你我来说并不有利。你想怎么样？不如合作一场。他和那个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又跑港城去了？阿晨，你去港城了？阿晨，说说心吧，结婚也要讲究门当户对，你们根本不是一个阶层的人。她是嫁给我，不是嫁给阶层。母亲，你儿子追人不容易，与其想着怎么说服我，不如多帮你儿子给家里的老头们做思想工作。关于李晨的妻子已经有合适的人选了，近期我会安排他们见面。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摆平那个姓姜的小丫头。秦书姐，你打算什么时候回京啊？其实吧，我不爱在京北待着。一方面是因为我工作经常出差，还有一方面嘛，回去总是被某个男人骚扰。骚扰？我把他睡了，在他18岁当天，一直追着我要个说法呢，拒绝了也不听，跟头倔驴似的。其实也能理解吧，毕竟人家好好一个纯情小处男被你祸害了，能不记恨你吗？江校花说的对啊，姑姑，你不觉得江校花说的很有道理吗？不是让你别来了吗？想你啊，想你想的心肝疼。西门李晨有没有来？江校花，我看你人不错，少跟秦叔走太近，她不是什么好女人。那咋了？说的好像被扎的男生是你一样。就算不是我，秦叔的做法也是不对，我总不能看着他误入歧途吧？那也比某些人道德沦丧要好。放心吧，祸害不到你身上，你姑姑会处理好的。我才不信秦叔会处理好问题，秦叔只会把我处理掉。姑姑，昨晚和你说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芝芝，我和他谈点事情，你先玩啊。下午论坛会，京北那个女医生的项目投入高，回报周期长，也就西门总看得上了。我们要是也有这个命就好喽。咱老是做研究的，哪打得过这么宽裕的仗？江院士，好巧。晚上好啊，两位刚才在聊什么呢？江院士年轻有为，我们要多学习。这样啊，我还以为说我坏话呢。不过想来两位在港城也是有名的专家，格局自然也大，肯定不像是会乱嚼舌根的人，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对对，我们大男人从不干那种事儿。怎么了，宝宝？受委屈了？在西门先生的庇护下，我怎么会受委屈？他们讨好我还来不及呢。所以，宝贝，
你在为他们的虚伪奉承感到心里不平衡，认为你根本没有受到真正的尊重。宝宝，其实我们换个角度想想这件事。你认为他们因我而尊重你，导致你没有感受到尊重，这样的想法本身就是个悖论。什么悖论不悖论的？我才不要听你讲道理，换100个角度，你也根本不明白我的感受。宝贝儿，你相信我，我真的能够理解你的感受。你很棒，很优秀，不要怀疑自己。今天到场所有人的名单，我会一一去调查，他们不会再有任何影响你情绪的机会。你要对他们做什么？果然，有时候解决问题，只需要制造一个更大的问题。你别乱来。听你的。那你慢慢把原因说出来好不好？好吧，我承认，我就是心里不平衡了。或许当初我就不该接受你的投资意愿。以前我明明不需要依附你，我也可以做得很好啊。江小姐，你当时接受我的投资，只不过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而已，并且我们有达成回报率的协议，这是工作，无关私人，这一点我表达清楚了吗？其次，宝宝，我理解你想要靠自己达到成就，我也很支持你的想法。但是想做到独立且强大，并非只有压迫自身这一种方式。用平常心去利用好身边的资源，万物皆为你所用，又何尝不是智慧？甘愿为你臣服的我，也只是你魅力的呈现方式之一而已。所以你并不需要为此内耗。宝宝，我表达清楚了吗？宝宝，跳出世俗的方框玩，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有趣多了。对啊，就连名门世家都需要不断利用身边的资源去创造更多价值，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呢？以后我就是你的资源，且看江小姐想怎么利用。我提什么要求你都会答应吗？语气这么严肃，该不会是想要哥哥的命吧？你认真点，我没在开玩笑。命也给你。谁要你命了？只要是老婆提的要求，我都会尽我所能去做到。做不到怎么办？做不到就把命给你。到底谁要你命了？你。别。醒了？这样我能不醒吗？出去。宝宝，你好暖。西门礼晨。宝宝，说点好听的。我说话难听，我先走了。宝宝，你好香啊！变态这个形容词简直和你太匹配了。变态一巴掌，西门礼晨更是降龙18掌。这两人是冷战了吗？你手怎么受伤了？别管他，他自己作的。听说池少这伤处理了一整晚，应该好的差不多了吧？
气什么？不是池少自己说我来找你，就给我通风报信吗？现在我来了，消息呢？姑姑训狗呢。别这么说自己。这次我不会再轻易被你利用。那就滚开。秦叔，你能不能不要这样打发我？分明是你先招惹我的。我没打发你，我们需要的是解决问题，保持距离就是最好的办法。这不是在解决问题，你只是想解决我。那你倒是说个面面俱到的办法。和我在一起，哪怕不公开。你肯定是境遇竟出问题呢。要不这样，我帮你介绍个家世样貌同样顶级的女朋友。你把我推给别人。我是为你着想，毕竟我不喜欢你。没一句话是我爱听的。疯狗！我还没哭呢，你倒是哭上了。哭吧，我看着你哭。我喜欢能把我弄哭的。谁哭了？我刚才要是不停呢？做完就当还9年前的债了，然后一别两宽。果然，虽然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手段让 Damon 和我分手，但是池萧，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我还会有下一任男友。为了推开我，你就非要作践自己吗？少自作多情了，我有正常的生理需求，谈个恋爱怎么了？更何况我今年已经29岁了，再过半年就30了，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关爱，理解一下。你干什么？松手！为什么要和我说这些？为什么？为什么总要刺激我？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说了，我再也不说这些了。你先把手松开，听话，松手。石萧！秦叔，你真够脏的。池先生，您的手怎么受伤了？池先生，我是这边的医护人员，要不我带你去处理一下伤口吧，这样下去会感染的。去你房间。当然可以啊。
谢谢姑姑关心，我好得很。没想到游轮上的港式餐厅还蛮正宗的哈，真的没人管我吗？吃饭，随他们去。他们真的没事吗？习惯就好。芝芝，我吃饱了，你慢慢吃，我先回房间休息了。我去看看秦书姐。坐下。西门，你也看到了，秦书他对我什么态度？被伤害的人不是我吗？为什么被扯脸色的也是我？老子真的有这么好欺负吗？就你委屈？我当然委屈。秦书他太过分了，昨天伤害我，今天还要挑衅我，他就没打算跟我和好。你第一天知道他想和你闹翻吗？是第3197天，可是他这次还是太过分了，也不哄哄我。你第一天认识他，西门，你倒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江婉志不过在国内订了个婚，你就急得跟什么似的？大哥不说二哥，谁也没比谁好到哪儿去。不好意思，首先我是坐着说的，第二我急了我承认，第三，客观来说，我确实比你好点。说白了，我白说了。感情你的意思就是说我道歉不晚了呗？正好我也这么觉得。哎，你赶紧给我洗洗脑。你对我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别什么误解不误解的了，反正我看你倒是把自己安慰的挺好，是时候安慰安慰你兄弟了。我还是觉得秦叔这次怪怪的，无非就是你习惯了吵架后的不了了之，而秦叔咽不下那口气。他生气？他生什么气？最憋屈的人不是我吗？劝你再好好想想。他拿我昨晚在别的女人房间说事阴阳我总不能告诉他我是为了气他才去的，没隔2分钟就走了吧？那小爷我面子往哪放？你再想想呢？你的意思是，他吃醋了？他肯定是吃醋了，不然他为什么要暗防我伤口处理了一整晚？他肯定是以为我跟别人睡了。倒也不一定是吃醋。西门，你什么意思？我看你就是见不得我比你好，秦叔就是吃醋了。哦，这题我会了。小爷现在应该表现出超绝不经意，让秦叔知道小爷这么多年为他守身如玉，直接感动死他。话糙理不糙，但是谁来对我被破坏的约会负责呢？兄弟，你别沉这张脸了，你帮了我，事成之后我必将论功行赏，到时候结婚请你做主桌。滚！滚就滚！我要找我媳妇儿解释去了。没有什么比兄弟的成功更让人心寒。抱歉啊，芝芝，打扰你们约会了。哪有？是我说要一起吃饭的，没发现你和池潇闹矛盾了。是我的问题。既然你已经想明白了，那找池潇说清楚就好了呀。你是他姑姑，他又那么喜欢黏着你，肯定不会一直记仇的。就是因为我是他姑姑，所以他不可以喜欢我。啊？这件事一直没跟你说，我和池潇没有血缘关系，户口更是不同，但是两家牵扯的东西太多了，不可能有结果的。我确实冲动了，但也算是给这9年的荒唐画上了句号。这次他应该不会再缠着我了。才一会儿不见，姑姑算盘都打到我脸上了。看在姑姑刚刚承认错误的份上，我原谅你了。他这么快又自己把自己哄好了，你能不能有点尊严？不能。这个世界上还没有我得不到的，得不到我就想办法得到，想办法得不到我就不择手段的得到。秦叔，你把我驯化得很好，现在我已经没有底线了。就算你当着我的面和别的男人做什么，我也只会夸你叫的真动听。疯子。真动听。难怪池潇和西门李晨能玩到一块儿呢，都不是什么善茬。江小华，你怎么看？尊重但不理解。不理解就对了，要是谁都能理解，秦叔也不至于拒绝我。反正我也不理解你跟西门李晨，他那个人吧，表面衣冠楚楚，
私底下狠起来很残暴的。残暴？我这是在帮你给江校花打预防针呢。算了，你不懂我的用心良苦，我不怪你。小人得志。哇塞，江婉之，你看看他，这你都不管吗？哇塞，我管不了啊。腰不酸吗？怎么不靠着点？问得好啊！当时西门先生当时怎么不注意点？现在装什么绅士？宝宝，我错了，下次注意。停车！怎么了？买药。我吃药了。啊？自从上次之后，我就已经开始定时定点的服用降低活性的药物，长期避孕药，所以你不用担心。好陌生的中国话。让司机开车吧。我的宝宝好乖啊，怎么看怎么喜欢。别看着我，害羞啊？西门礼晨有这种超级无敌自我攻略式的超前思维，做什么都会成功的。宝宝，手感怎么样？我不是故意的。江小姐还挺会找地方下手的，下次可以再大胆点。我都没睡醒呢，我一个小女孩能做什么坏事？好险，差点被吊到。饿不饿？我和秦叔姐约好了单独吃饭。你确定秦叔现在有空陪你一起吃饭？啊？你到底想干什么？莫名其妙跟了我一整天，一下午还不走。想和姑姑吃个饭叙叙旧。我不饿，饿也不想跟你一起吃。我要去找芝芝。那正好啊，你去找你的小姐妹，我去找我的好兄弟。那你跟着我干什么？要不要打个赌？我赌他们现在肯定在一块吃饭。要是我赢了，你就答应我一个小要求，怎么样？幼稚。既然姑姑不跟我赌，那给小秦总当保镖也不错。你伤的是手还是脑？我伤的是心。秦叔，我想吃鱼。你自己没手吗？手疼。痛不死你。女强男弱，多么奇妙。饭要凉了，宝宝。秦叔，你待会儿可不可以帮我换下药？去找上次那个妹妹啊，妹妹专业的，哪像我只会让你受伤。看吧，秦叔就是在为我吃醋。你还在吃醋啊？到底是谁告诉你我吃醋了的？别生气嘛，没有就没有嘛。急于求成，幸好我没有将这套用在江婉之身上。西门，你笑屁！我有人夹菜，你有吗？我老婆会吃我剥的虾，秦叔会吃你夹的菜吗？我们吃饱了。人都跑了，还剥呢？剥都剥了，给我尝尝。什么虾呀、鱼啊的，本少爷最爱吃了。
不吃就不吃。你去哪儿？去找我老婆。西门，你不会忘了吗？待会儿就得回京北吧？所以呢？所以我们得去机场啊！公司再放任不管的话，那些老家伙又该七嘴八舌了。你现在走了，我怎么办？急什么？你也不看看这都几点了，你还要跑去跟江婉之谈就说爱，再谈下去飞机都飞走了。我只是去跟老婆报备一下。KO， 菜就多练，不收徒。管他呢，追媳妇要紧。宝宝出来一下，有话和你说。我在门外，说完就走。这男人是在我心上装了窃听器吗？秦书姐，我出去几分钟。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宝宝，我今天要提前回京北，不能和你一起回去了。还以为是什么生离死别的大事儿，结果就这。没事啊，你也有你的工作要忙，不用特意等我一起回。况且我明天也就回去了。今晚会想我吗？不会。嘴硬。你才嘴硬，我本来就不会想。现在软了。你是狗吗？是啊，宝宝。既然该说的都说完了，快走吧。我会帮你和秦书姐说一声的。谢谢啊，好人一胎生8个。恩将仇报也不过如此了。西门先生这就回京北了，我还打算今晚借机让秦总介绍认识呢。可惜，应该是京城那边出了点问题，看样子是有人在施压了。据说西门世家的少奶奶人选已经定下来了，小姑娘好像就是今晚回国。秦书姐，池潇和西门先回京北了，让我跟你说一声。芝芝，你坐过来。我觉得你在大会上分享的课题很有意义，我们可以一起发起女性公益。来看看这个策划怎么样？芝芝，爸爸在你住的酒店楼下，赶在你回京北之前，你出来见爸爸一面，好不好？我没空，你回去吧，我先忙了。当年芝芝就是在这样的雷雨天，为了求西门家那些人的忙。江先生，我们老板可以给您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就看您愿不愿意伸手抓住。不是去相亲了吗？
还找我干嘛？喂，怎么了，宝宝？什么怎么了？死嘴，快问呀！西门先生，家主和柯董已经在里面等候了。你那边有事情就先去忙吧，不碍事。改天说吧，你先忙。宝宝，我不忙。不，你忙。江小姐好报道啊！我真的没想好要问什么。那这样吧，宝宝，电话就这么挂着，等你想好了随时问我，我会一直在听。什么？没人告诉我还有这种操作？西门这是要和我打着电话进去跟联姻对象相亲？盛行啊，你别成天就知道和那些纨绔子弟鬼混，一定要多向你哥学习。学着呢。你别总是敷衍长辈，将来后悔的是你自己。敷衍？在向哥哥学习这方面，我可从不敢敷衍。李晨，你回来了啊！爷爷最近可真是精力见长啊！你少让我发点愁，我和你父母也不至于睡不着觉。柯先生和他女儿暂时去你父亲新能源实验室参观了，一会儿就过来。待会儿你说话给我注意点，不该提的别提。彤彤啊，要不你坐李晨旁边吧？老头子，你还我5杀！你看我像不像5杀？还不赶紧起来！又不是没别的位置，这都被我踩过了。你还好意思说坐没个坐下？不好意思啊，这孩子从小惯坏了。孩子在家嘛，总归放松点，不必要太拘束的。罢了，今天主要是想介绍令千金和李晨认识认识。我这长孙啊，品行修养那都是没得说。这是摆明了和我对着干，腿伸那么长，怎么不干脆伸到客人嘴里去？孩子们年轻气盛不是什么坏事，彤彤平常也难以管教。闺女，500万，你今天老老实实当一天淑女好不好？给爹点面子。1000万，成。既然来都来了，年轻人彼此之间交交朋友，加上联系方式，至于之后的关系，可以慢慢促进。可以啊。行啊，西门李晨，这朋友你就交吧。不过交朋友还是年龄相仿更合适。我看盛行就不错。虽然年龄接近，但看着性格和我闺女半斤八两，两个小纨绔在一起，家业不得被搞破产？不行不行，这白毛小子不行！胡闹！爷爷，盛行都还没说话呢，您急什么？我不缺朋友。李晨，你倒是说句话呀！不好意思，这俩孩子可能是国外的饭吃中毒了，我回头好好说说他们。太好了，这盛世正如我所愿。爸爸，12点已经过了，你再坚持坚持，爸爸给你加工资。李晨，我现在把话跟你说明了。经过我和你柯叔叔达成共识，以后柯千金就是你的未婚妻。原来西门回去真的是为了联姻，为什么要让我听到呢？可别替我乱说话，我老婆听着呢，惹生气了很难哄的。老婆，
这李晨有对象了？实在抱歉，这事儿我也是刚刚得知。我看今天就先到这儿吧，联姻的事情等您处理好家事再议。西门家主，你觉得呢？行，那我们改日再聊。走了，闺女。可以加个微叉子吗？我也打游戏，看你还挺厉害的。小盛啊，人家和你说话呢。算伯母求你了，给小姑娘点面子，加一个吧。我身上是刻着牺牲品3个字吗？行，加呗。我去趟洗手间。混账！洗手间是那个方向吗？帮我背车。我看谁敢送他走！小兔崽子，老老实实在家待1天会死不是？人家姑娘还要1年回家一趟呢，你这几年回过几次家？爷爷，您这么会说话不要命了？在我心里，你永远是老不死的。怎么和爷爷说话呢？我看孙儿说错什么了？你巴不得我早点死是不是？啰嗦！是我多嘴了。西门，你还好吗？为什么突然这么问？其实你没必要因为我和家里人吵架的，本来他们对我印象就不好，这下岂不是显得我更像红颜祸水？这么在意我家人对你的看法，怎么？宝宝，你现在就要嫁给我啊？你别胡说，我只是好心提醒你，没别的意思。那江小姐不如好人做到底，和我在一起。单押真是没救了。西门先生连吃带拿的，不合适吧？当然不合适，简直是绝配。随便你。宝宝，我没有在和他们吵架。只不过那群顽固不化的老头们，需要有人给他们进行脱敏。你把洗脑说的还挺清新脱俗，洗自己的不够，还要洗全家人的。现在可以安心睡觉了吗，宝宝？谁说我睡不着了？我现在立刻，马上就睡。晚安，宝宝。这么急着挂电话？不急着挂电话，难道等着宝宝陪我一起洗？正准备找你。找我？我还以为你沉浸在前女友身边无法自拔了呢，没想到还有空接电话呀，看来进展并不顺利呢。
如今我也是有身份的人了，和你这个单身汉可大不相同。什么身份？少打听。说不出口的，能是什么正当身份？你可别忘了兑现我们之前的赌约。你输了，带我回去，我一定要好好报复江婉之，让他后悔，求我复合。行啊，西门，打个赌，就赌你时代广场那家证券公司。用不了多久，陆先生就会知道究竟谁才是最后的输家。比起输掉几处产业，我要赢的是整个人生。像陆佩文这种精致利己主义者，大概要守着钱单身到99岁。西门，你得明白，抛开江小姐顶级的样貌身段，她现在的身份和你相差甚远。抛不开。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喜欢她？这么看来是见色起意。你要是明白，不就成你喜欢的人了？见到柯家大小姐了吗？没话可以不聊。别急躁，这都是你早晚要面对的。柯家联姻能带动的利益相当长远，不怪你家老爷子会心动，我这不是想帮你出谋划策吗？陆总有心了，那不如你去和柯小姐好好交流交流感情。30了还没个人要，我看陆总怕是魅力赶不上年龄了。西门，你舔一下嘴唇，真的不会被自己毒死吗？嘴这么毒，追得到女人才是怪事。不劳你费心。不过我建议你想清楚，你在国内多纠缠前女友1天，你国的亏损，这买卖可不划算。我建议你先别建议，我就是通知你回国，有个生意要你去谈。我是要回来的，但可不是为了你。你以为我像池潇那个蠢货那么好使唤？挂了。把他也带走。这家伙又飞回港城了。我不走，人家才刚下飞机，怎么又赶我走？问你遗嘱的事情你也不说，留在这里有什么用？我说还不行吗？说。好，现在你可以走了。车来了，走吧。我不走。你不走，谁来帮我稳住京北的局面？秦叔，你现在还想着利用我？除了你，没人会帮我。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再帮我了，这是你的自由。池少爷，走吗？江婉之，你评评理，秦叔他这么做对吗？这真的对吗？不接受我还利用我，他就是吊着我。那他为什么不吊别人？我这个评理人还一言未发呢，他就水灵灵的给自己洗上脑了。这么说，秦叔心里还是有我的吧？这是脑子一扔就是爱啊！你就没想过，如果和秦叔姐在一起，会面临多少麻烦吗？该顾虑的事不都被秦叔顾虑完了，我还担心个什么劲儿？要是我也像秦叔一样担惊受怕、思前想后，那不用谈了。感情嘛，总要有人为爱冲锋的。至于其他的，会死就去，也算是死得其所。我可没有影射你的意思啊。
你说的挺对的。我胡说八道的，你可千万别对西门手下留情，那会比杀了我还难受的。西门礼晨有你这位好兄弟，真是他的福气。那是当然。芝芝，咱们科室所有的器械都换新了，据说是西门少爷送的哟。快干活吧。芝芝姐姐，哥哥太忙了，让我来盯着你按时吃饭。谢谢你啊，盛行，让你哥多给你发点零用钱。我很早就不花他的钱了。不花你哥的钱好啊，想不到盛行已经这么厉害了。姐姐是在夸我吗？对啊，你芝姐打小就看好你。不管我做什么，芝芝你都会看好我吗？你只要别干违法的事儿，我都支持你，加油。姐姐，我不会辜负你的期望的。这一次，我不介意晚，只在意结果。对了，芝芝姐姐，哥哥晚上要跟柯家千金吃饭，你千万不要多想啊，他们没什么的。半小时前，小少爷去了江小姐医院，还送了饭。继续盯着他。那江小姐那边是不是需要？别让我再听到你出这些馊主意。听江婉之，我疯了还差不多。芝芝，你可算回来了。第一天回院就忙疯了。你新角色咋样啊？必须手拿把掐呀！怎么没人早点告诉我？演恶毒女配这么爽啊，简直是引爆我天性了！女的一巴掌，男的更是2巴掌。虽然最后等待我的是降龙10巴掌，但是先爽了再说。那你跟510呢？我问西门，他居然说跟陆培文不熟。510飞走了啊？他想尽快要孩子，可我这边还有已经接了的戏没拍，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大制作，于是我说要等半年后，这期间就当是提前养身体了。陆佩文他同意了，但是让我退圈，然后就谈崩了。我懂你，无意义的人生是很可怕的。我喜欢钱，但我不缺钱，靠自己照样过得美滋滋，所以啊，无缘了。西门以后不会也要求我离岗吧？要不是陆佩文提的要求我无法接受，我真觉得他挺不错的，并且会成为一位很好的父亲。今后不管是谁接受陆佩文的条件为他生孩子，我都不会为那位女性担心，因为他本身就是个很好的男人。就当交个朋友吧。你好，我是一家娱乐的高管汪明，不知道你有没有意向进娱乐圈啊？不考虑，谢谢。好久不见了，徐小姐。夏夏，你怎么了？那人就是个拉皮条的。无论是任何事，我们都有拒绝的权利，你不必那么怕他。他也是我以前接触过的项目经理，我好像和他发生过关系。好像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也记不清，只知道当时他带我出去谈项目，那群老登联合起来灌我酒。夏夏，好像就是没有。今天的事不要再和其他人提起，我也会当作没听过。破窗效应很可怕，不要给别人伤害你的机会。没人知道就是没发生过，保护好自己。芝芝，不是跟柯家千金吃饭吗？找我干嘛？怎么了呀，宝宝？理理我好不好？变态、坏种、败类、猎徒。舍得说话了，学了心思，不错。你不继续陪柯家千金吃饭，来找我干嘛？宝宝，原来是吃醋了。没有，
没有，就是有点酸。乖点儿，撞坏了以后用什么？不想被我废掉就保持点距离。别发疯了，赶紧走。宝宝，推开我，真的会让你觉得心安理得吗？我现在走，去陪那些人，你真的愿意吗？宝宝，下次推开我之前，藏好你眼中的暗的，不然我只会觉得你爱藏我了。江婉之，你承认你吃醋了，让哥哥爽一下会死是吗？怕你爽死在这儿。那倒不至于，我像是那么容易被一句话满足的男人。既然不是，那我就不承认了吧。下去。下去。合着江婉之把我当哈士奇训了。痒。下去。别动了，好痒。别闹了，我错了还不行吗？吃醋了吗？说给哥哥听听。对，我吃错了。西门先生身边今天一个未婚妻，明天一个未婚妻，还抓着我一个前女友不放，做什么？这是前女友该说的话吗？管他呢，说都说了。按他的歪理，前男友是男友，前女友怎么就不算女友？我吃点醋怎么了？不许笑。宝宝，多说点，爱听。西门李晨，你记住，和我就算是玩暧昧，也要1对1。如果你做不到，我们现在就可以撇清关系。芝芝，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吗？我刚才说的只是我们维持联系的前提，说的更直白些，我想和你发展长期关系，不要让我失望，好吗？江婉之，跟着哥哥，你输不了。谁啊？手机给我。手机给我。你要干嘛？你解决不了的事情就我来解决。我知道是我家人打给你的电话，乖，相信我好不好？姐，我在。江小姐，莫夫人打电话来，有什么事吗？好孩子，关于你和李晨的事，我们做长辈的不是不知道。阿姨不是来为难你的，就是想和你商量个对策。我们做长辈的最不想看到自家人针锋相对。你和李晨私下怎么相处，我们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前提是你也懂事些，对他联姻的事放宽容点。我从没拦着他不同意联姻。阿姨知道。那你能不能劝劝他，走个形式而已，又不是真娶。只要他把婚事定下来，阿姨保证以后绝不过问你们任何事。原来是要我从前女友变成见不得光的第三者吗？说完了吗？李晨，你怎么会在？电话是我逼他接的。母亲有什么话别藏着，趁现在一并说了。你爷爷年纪大了，就因为联姻的事，他愁了多久？你配合做表面工作，逢场作戏，懂不懂？私下里你想和谁相处，还不是随你。逢场作戏？对呀，你先口头上答应哄你爷爷开心，时间久了他心里还能没数吗？芝芝那边好好说说，他应该能理解。这样两全其美，何必每次闹得那么难看？那要是芝芝认为我和他也是逢场作戏呢？如果我连最基本的安全感都给不了他，凭什么要求他奔赴我？你们若是真为我好，就别再做伤害我爱人的事。我只服江婉之的软。你一根筋吗？你爷爷马上要立遗嘱传位了，关键时候你就不能灵活点？母亲，你以为我这些年在美国拼命赚钱是为了什么？财产、掌权位，你们爱给谁给谁，反正我不缺。西门李晨，你好好想清楚，你这么做对得起我和你父亲吗？芝芝，你在听吗？你帮阿姨劝劝他。母亲，你儿子给自己喜欢的女人当狗不容易，别再添乱了，真的很难哄。原来他承受的压力一点都不比我少。退缩了？我早就退缩了，不是吗？
从我失去对抗一切资本的那天起，我就不得不退。没关系，退缩了也可以再勇敢一次。我出去接个电话。西门礼晨，你怎么不等我死了再回电话？我刚回国你就把我叫到你公司谈项目，结果一到饭局推杯换盏的时候你就不见人影，还让特助逮着我帮你接待柯家那群人，这到底是你公司还是我公司啊？我算是看透你了，还真是做兄弟在心中，有事电话打不通。你我都是项目合伙人，有你代表就够了。况且这不是想着给陆总牵个红线吗？毕竟上回陆总亲口说有在考虑和柯大小姐联姻，现在呢，谈成了吗？成什么成？联姻的事我不过试探性提了一嘴，结果柯仲天支支吾吾的，一家子明摆着嫌我年纪大。我陆佩文30岁惹谁了？相比之下，陆总确实稍显年长。你少在这说风凉话。依我看，柯仲天对你满意的很，势必要把女儿嫁进你们西门家，到时候看你怎么和你的小心肝交代。家里又不是只有我一个未婚男性。你是说盛行？俩小屁孩谈恋爱订婚，倒也合适。既然陆总也觉得合适，那倒不如顺水推舟。我操心盛行的婚事做什么？你怀疑他呀？你可要想清楚。说白了，盛行再怎么听你的话，也只是你堂弟。就算他没心思争家产，他父母可未必。有些时候，宁可让联姻彻底失败，都好过把利益推到竞争者手里。就算你现在看不上家族资产，也得担心养虎为患吧。这你就不用费心了，只要那群老头的注意力不在我身上，这婚事就轮不到我头上。你有兴趣？说说看，我帮你有什么好处？将来我和江婉之结婚的时候，允许你做主桌。停，西门，你要是真有诚意，就想办法让你的小心肝说服许小姐。这事我帮不了你。怎么到你这儿就不行了？和女朋友身边的女性朋友保持边界感，是谈恋爱最基本的道理。更何况，我对任何女性都没有支配权，也无权干涉。西门，但愿你一直这么绅士。该帮的忙别忘了，人情先欠着。不过有个问题我倒是好奇，500亿可以选的人太多了，陆总别告诉我是一见钟情。不至于，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好耳熟的话。只是快走，你快走！妈妈，这就是3年前芝芝说的那个男孩，西门世家的太子爷。这气场，难怪当年江远会说能靠他救命。芝芝，你的男朋友来了。阿雅好，初次见面，最近身体有没有好一点？好多了，快坐快坐。开车过来要好久吧？半小时吧。李晨，你们复合，你家里人都知道吧？阿姨，我知道您在担心什么，所有的关系我都会处理好，绝不会让芝芝再受一丝委屈。当年的事情就是这样，谢谢你。关于盛行的身份，还是不告诉他吧。不用谢我，上天会选择勇敢的人，奖励其得偿所愿。芝芝，看，我们的前路尽是金光，以后我们一起去爱，去承认我们的爱，而不是只承认噩梦的存在。关于我们的关系，怎么，宝宝终于舍得给我正经名分了？西门，其实吧，你总是宝宝老婆的称呼，让我觉得我现在的关系已经足够亲密了，不需要再做任何变动。所以啊，西门先生到现在都还没有转正，不应该怪我，而是怪你自己。你说呢？怪我自己？是你提高了我对恋爱的阈值。
好，好极了。江小姐还真是有当渣女的潜质。我会对你负责的，我江婉之，好女人。好的，江婉之。从今往后，在确认恋爱关系之前，宝宝你别想从我嘴里听到一句亲密称呼。哦，是吗？从今天开始到复合之前，我要是再叫你一句宝宝，我就是狗。好呀。这么说，我们是要前任明算账了。建议西门先生戒掉亲密称呼时，也顺便戒掉亲密行为，这样比较严谨。你觉得呢？宝宝，我是狗。你太狗了。Hey Simon, let's go！ 一直以来，我都把江婉之当作准女友来相处，从不刻意保持距离，也不吝啬付出，像是提前进入恋爱。我享受，江婉之也享受，但似乎少了个刺激点，亦或者说是危机感，导致我们的关系停滞不前。要说全都是家族阻碍的原因，不足以构成这样的局面。归根结底是我太乖了，太听话了，因此江婉之的潜意识里料定我不会离开他。我需要变通。追妻计划 2.0 正式启动。花一批。老登。既然你执意反对，那么记得藏好你的秘密。但凡让我查到一丝线索，我都不会心慈手软。盛行，你父亲总是希望我对你有所指导，我看这件事不如交给你去调查，你觉得怎么样？盛行是私生子，你把话收回去，我就当没听过。一举三得，没有比这见效更快的办法了。胆子挺大。你想过计划失败的后果？你想过吗？别怕，大不了一起死，我奉陪到底。你恨过我吗？我们的新婚之夜，你不留宿一晚吗？啊？嗨，搞那么正式干嘛？我们又不做什么。难道你要和我盖上被子，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啊？你疯了吧！你哥会杀了你的！你真的不是又被甩了才回来的吗？想死？没想到陆总还追星了。不，这是我太太。北美大钢炮，我好想你，老子想死你了，你知不知道？你松开，你压到孩子了。哦，对，孩子呢？石少爷，你该不会是把脑子落在国外了吧？孩子当然还在秦叔姐的肚子里啊！我太激动了。莫阿姨，您是无辜的，我也是无辜的，放过我，也放过您自己吧。李晨，你这是要造反吗？你别忘了，家族掌权人的位置还没有交到你的手上。4年前没能控制住我，4年后还是只有这一招。可惜4年前不管你，4年后更不管。我宣布，陆佩文就是假正经的备孕老登，持销9年为爱冲锋的红眼哭包粘人精。那西门算什么？重度脑尸亡恋爱脑晚期标本吗？